大家好，立秋以后一定要多给家人吃洋葱。平时买回来的洋葱不是炒着吃，就是凉拌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，很多朋友都没见过，更没吃过，出锅太香了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个新鲜的紫洋葱，扒掉外皮以后对半切开，然后改刀切成丝，注意头部不要切断。最后再转过来，给它切成小碎丁。这样切洋葱丁大小均匀，非常的好切，切成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尽量切得碎一些，这样出锅以后口感会更好吃。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再准备一根孩子们爱吃的火腿肠，先给它切成片，再改刀切成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放入洋葱里面，接着往里面打入3颗笨鸡蛋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把蛋液和洋葱搅拌至融合。然后往里面加入1勺玉米淀粉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淀粉可以少量多次的添加，这样可以防止面糊不会过干或者是过稀。一直搅拌成像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半根胡萝卜，清洗干净之后改刀切成片，然后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碎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3个泡好的香菇，先给它切成条，再切成香菇丁。切好之后和胡萝卜丁放在一起备用。再准备几瓣去皮的大蒜，改刀切成片，然后再剁成蒜末。剁好之后也放入一个小盘中备用。2根小葱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放入另一个盘中备用。为了搭配颜色更好看，我还准备了1根青椒和1根红椒。清洗干净之后去掉根蒂，把里边的辣椒籽取出来，不要改刀，先切成丝。最后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调一个好吃的料汁，碗中加入2勺番茄酱，1勺甜面酱，1勺五香粉，1勺生抽，1勺食盐，半勺白糖，再加入半碗的清水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把所有的调料搅拌至融合。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。油热以后，把洋葱面糊倒入锅中，用铲子整理一下，摊成圆饼状，开小火慢慢的煎，把洋葱鸡蛋煎至定型。煎的时候可以晃动一下锅子，使它受热更加的均匀。一面煎至定型以后，我们接入一个盘子翻个面，把另外一面也煎一下。大家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的煎，火太大了容易煎糊。把2面煎至金黄焦香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不用洗锅，再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油热以后，倒入蒜末翻炒，炒出蒜香味。炒香之后，再把胡萝卜碎和香菇丁倒入锅中，把胡萝卜和香菇炒至断生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炒好之后再淋入调好的料汁，
开小火慢慢的熬，这时候闻着就非常的香了。熬成像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。再把切好的青红辣椒倒入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青红辣椒炒至断生。翻炒的时间不用太长，大约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炒好之后盛出来，直接淋在洋葱鸡蛋饼上面，真的是太香了。现在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点缀一下，美味继承。一道营养又好吃的洋葱鸡蛋焖饼就做好了，里面有肉有菜有鸡蛋，营养也非常的丰富。入秋后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多给家人吃一些洋葱，对身体特别的好。一口咬下去，口感丰富，还有爆汁的感觉。以后买回的洋葱别再只会炒着吃了，你要是学会我这个做法，上桌以后保证全家人都说香，连爱挑食的孩子都爱吃。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入秋后天气渐渐转凉了，我们要多给孩子吃这个馅的饺子，出锅一口一个，比吃肉还香，美味又营养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把小香葱，切成葱花，一小块生姜，给它切成末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漂亮的小碗，往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散，搅成鸡蛋液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倒入1勺食用油，油热之后倒入搅散的鸡蛋液，用筷子先搅上2圈，再用铲子炒成鸡蛋碎，炒成像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了。先放入盘中，放凉备用。锅再次烧热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放入一把虾皮儿，把虾皮儿炒干炒香。炒香之后盛出来，放入一个小盘中备用。准备一根去皮洗净的胡萝卜，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胡萝卜虽然营养丰富，但是很多的孩子都不喜欢吃，像这样做出来，保证连挑食的孩子都爱吃。平时我们要多给孩子吃点胡萝卜，常吃对孩子的眼睛非常好。擦好之后再改刀切碎，切碎的胡萝卜丝放入一个大盆里面，加入1勺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腌上10分钟，腌出里边的水分。这是我提前泡发好的木耳，用刀给它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点。切碎的木耳放入盆中备用，提前泡好的粉丝给它切碎。切好之后和木耳放在一起，这时候我们的胡萝卜丝也腌好了，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纱布里，用力挤出里边多余的汁水。挤出来的胡萝卜汁也不要扔掉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挤好的胡萝卜丝倒入木耳和粉条里面，加入放凉的鸡蛋碎，再放入炒好的虾皮，再加入葱姜末。现在开始调味，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盐不要加多了，因为虾皮里边也有盐分。倒入适量的香油，少许的花椒粉，半勺鸡精，1勺蚝油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哇，好香呀！像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。下面和个面团，碗中倒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然后用挤出来的胡萝卜汁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这里就不用加盐了，因为胡萝卜汁里边已经有盐分了。如果胡萝卜汁不够，再倒入适量清水。包饺子的面一定要和的稍微软一点才好吃。
把面团搅拌成这种单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面团。最后揉成像这样一个平软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醒上5分钟。5分钟后把醒好的面团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，不用揉，先用刀切成小块，方便操作。先取一块，给它搓成长条，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上面撒点干面粉，再把每一个剂子都整理一下，按扁，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边缘薄、中间厚的饺子皮。像这样就可以。面皮上放上适量的菜馅，用自己平时习惯的手法把它包起来。像这样一个饺子生胚就包好了。饺子全部包好之后锅中烧上水，水烧开后依次下入包好的饺子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饺子全部放好之后，用铲子推动几下，防止粘锅，开大火烧开。水开以后打入1勺凉水，这样煮出的饺子不容易破皮。再次烧开，煮制饺子全部漂浮起来，像这样圆鼓鼓的，就是出锅了。盛出来放入盘中，就可以给孩子们美美的开吃了。一道营养又好吃的胡萝卜丝腌饺子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做出的饺子皮薄馅大，鲜香味美，营养一点也不流失。看一下里边的馅料颜色，非常的漂亮，看着也很有食欲，孩子们一口一个，真的是太过瘾了，比肉馅的还好吃。再蘸上自己喜欢吃的料汁，实在是太美味了。经常给孩子们吃，可以补肝明目，提高免疫力。关键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